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令吉对美元稳步跨入3字头，甚至对新元也展现出多年未见的韧性。很多人开始惊呼，难道新加坡的强币优势要终结了吗？资金是不是都要逃向大马了？大马令吉疯狂逆袭，新加坡的钱袋子真的要缩水了吗？新元对令吉跌了，新加坡就要凉了吗？千万别被表面的汇率数字给骗了。如果你只看到令吉在涨，那是你还没看懂新加坡正在布的一盘大棋。很多人在焦虑资金流向大马，在担心新加坡的竞争力，但我今天要大声告诉你，新加坡的优势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正在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疯狂扩张。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冷静。他们通过微调新原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斜率，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软着陆。这种有节制的强势其实是在给邻居留空间，也是在给自己减压。新加坡的优势从来不是靠压制别人来体现的，而是在波动中保持那种定海神针般的稳健。这种大气的经济格局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当令吉从成本优势转向资本信心时，新马两国的经济脉动其实正奏响一曲更和谐的和弦。聊完了宏观的底气，我们得看看最鲜活的人力流动，毕竟这才是两地最温情的纽带。以前提到去新加坡打工，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单纯的汇率套利，赚3倍工资回马消费。但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还这么想，那就太小看这场人才博弈了。新加坡的人力部现在走的是极度精英路线， COMPASS 计分框架和调高的 EP 起薪门槛确实让不少人感到压力，但这背后的逻辑简直太燃了。现在的月低族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输出，他们是带着高增值技术往返于长低的纽带。更让人兴奋的是，随着令吉购买力的回升和柔佛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一种双向流动的闭环正在形成。很多大马的专业人才开始重新审视，留在新加坡有高额的公积金保障，回到马国有新兴的数据中心舞台，新兴。这哪里是人才流失，这分明是区域性的人才溢价。新加坡通过政策创新，把自己变成了人才高地的过滤器，而马来西亚则接住了产业升级的接力棒。这种从低成本替代到高质量协同的转变，让每一个奋斗在两地的生命都更有尊严，更有力量。人才在流动，而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零售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降维打击式升级。大家都在等新柔捷运 RTS Link 通车，很多人预测一旦通车，新加坡的零售业会被新山吸干。但我要告诉你，新加坡邻里企业的生命力简直超乎你的想象。面对跨境消费的诱惑，新加坡的商家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正在政府的引导下玩一场名为体验升级的艺术。你去看那些传统的邻里小店，现在不仅装潢洋气，连管理系统都数字化了。这种从卖产品到卖体验的思维跃迁，就是新加坡最深厚的护城河。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种邻里效应。当新加坡人发现家门口的巴莎不仅整洁现代，还能用政府发的购物券享受便捷服务时，那种归属感是跨境消费换不来的。新加坡政府用精准的消费补贴，把购买力锁在了社区。这种政策智慧把潜在的竞争压力转化成了社区转型的动力。所以你看 RTS Link 通车的阴影并没有笼罩这里，反而像是一道光，照亮了那些勇敢转型的邻里企业家。很多人问新加坡物价这么贵，怎么竞争？答案就藏在2025和2026年的政府预算案里。新加坡政府的操作简直太暖心了，他们不只是在发钱，而是在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契约。50%的企业所得税回扣给低薪工友的加薪补贴，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现金流缓冲，让中小企业在汇率波动中站稳脚跟。但最让我赞叹的是技能创前程计划的深度进化。政府给40岁以上的工友发放每月最高3000新元的培训津贴，这不仅仅是发福利，这是在对抗老龄化。
是在挖掘银色红利。他们要把每一个年长的劳动力都转化为数字经济里的精锐部队。这种对人的持续投资，才是新加坡最无法被模仿的竞争优势。这种政府的赋能，让邻里经济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生态系统。10亿新元砸在小贩中心的升级和租金补助上，为的就是保住那份烟火气，保住那种能对抗物价优势的舒适感和现代感。只要政府能精准地把资源投在提升人的素质和环境的品质上，这种优势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这种深度的转型中，一个全新的合作模式柔佛到新加坡经济特区 JSSEZ 正在改写东南亚的版图。现在我们不应该再用老眼光看新马关系了。JSSEZ 的推进标志着两国正式进入了区域网络模式。新加坡的资本现在看柔佛，不再是看一个廉价工厂区，而是看作自己供应链的深度延伸。大马有充足的土地、绿色电力和水资源，而新加坡有顶尖的金融法律和数字能力。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种合作不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共创。大马通过这种对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不再依赖低汇率套利，而新加坡则找到了更大的腹地，支撑其高溢价的经济结构。这种高度协同的生命力，让新马经济共同体在面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时，拥有了更强的免疫力。这已经不是两个国家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更加成熟、互补且充满活力的东南亚新引擎。讲了这么多宏观逻辑，其实最动人的经济脉搏，始终跳动在邻里巴沙的摊位上，跳动在每天穿梭长堤的30万打工者的手机银行里。当令即站稳脚跟。当新加坡的邻里商店通过 AR 技术吸引年轻人，当高素质的人才在两地自如切换身份，我们看到的不是汇率的零和博弈，而是两个国家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新加坡的优势反而在扩大，因为它学会了如何在维持高成本的同时，通过持续的政策创新和人才溢价，输出无可替代的价值。而马来西亚也赢回了尊严，因为它正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真正的国家信用。这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让新马两国的未来不再是简单的成本竞争，而是关于谁能更有效地将数据、绿色能源与人力资本转化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那份唯一。新马经济的下一个10年注定会精彩纷呈，在这个过程中，波动是常态，而通过协同和转型实现的共同繁荣，才是我们共同的终局。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未来 RTS Link 捷运通车后，你会更倾向于住在新山去新加坡上班，还是留在新加坡享受邻里社区的升级服务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感受东南亚的心跳。别忘了点个关注，我是 Jen，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